让我们欢迎天籁之声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新一季的扶持目标无名，我是许天福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尚雯婕。侬上海人？我上海人。你上海人吧？哎，老陈，侬小辰光蹲海地方？小辰光是我石北区。石北区哦，现在是就是静安区对吧？现在属于静安区。哎，我杨浦区。杨浦区么好地方呀？你是上海人啊？我上海人啊。啊。我们先那个套近乎啊，因为大家都老。不用，见过你了。你在草垛那儿放声高歌，然后肢体动作非常的丰富。对，我还过来观摩了一下。对，然后你还问我了。对。你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是谁。没有，昨天就是这样，我看到一个帅哥在那唱歌，唱的还挺好听的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过去，我一看嘛，那这么帅，我就问一下你是不是乌名嘛？哦，是不是有乌名我没见过，或者是刚刚到的乌名？然后你又跟我说你不是。对，我真不是。但是姐，你最后走的那句话说了我非常的开心。对啊，点评了我这，唱不住。我非常开心啊！然后呢，今天跟姐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在这边我叫许天福。那我存在的意义呢，就是扶持大家，发放一些桃花币。我不知道你对桃花币的渴望是多少？哦，我觉得我昨天一来，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桃花币，这个钱有什么用啊？能有什么用啊？结果我来了10分钟以内，我现在变成钱眼子了。钱眼子，我到处想着挣钱。好，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我这边挣的最轻松。是吗？你今天只要通过，一共有3个环节，每通过一个环节，你就可以获得一次。哎，抽一次是吧？扭蛋机的机会，扭蛋机抽出来之后呢，这上面写着我能拿多少钱是吧？它上面呢就写着你能拿多少张刮刮乐。这么绕啊！我们这个就是喜欢为难大家。然后呢，你就拿几张，然后呢你就刮，里面就有你对应的。里面最多多少钱？100。啊，那还不错啊！哎呀，可以，川味变脸，是100块钱可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环节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环节叫做乌名唠唠嗑。这个环节很简单，就是我们聊聊天，然后呢聊完之后呢，观众朋友们举举牌，觉得通不通过，通过你就可以赚这个扭蛋机。哦，所以你们决定是吧？对他们决定。谁？你反正能摆平他们就可以了，也无所谓啊。你可以就过，全部过，然后肯定会有黑幕。知道没有？我们尺度还是非常的，就是门槛低。就这4个人嘛，这4个人到底举什么？肯定早商量好了。你要什么？你现在要什么？钱眼子。我钱眼子。好，可以收到了。你们这酝酿一下，在那边。好，那来了啊！你之前来桃花坞之前了解过桃花坞吧？我了解过，我看过一些。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那种乌托邦，就我看到每个人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比较真实的自己，就是过日子的状态。那来了之后呢？觉得这里跟你想象的乌托邦，就来了以后，我发现就是过日子都要钱。节目里面没有展现的那么清楚，虽然大家也在谈论我挣了多少桃花币，但是过来以后我发现没有桃花币很难啊，就是任何事情做不了，睡觉还要钱，是个很残酷的地方。对，就没有乌托邦这么的轻松，还得完成一些任务啊，得要出去搞点业务啊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搞业务啊？我尝试要搞那个业务没搞成。什么业务？我想给人整蛊。哪个整蛊？是整蛊别人？整己。哦，正蛊啊！我比较短平快的。OK， 咔嘣儿结束。是学过是不是？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问题，算久病成良医吧。OK， 但是绝对是有那个专业理论基础。OK， 那为什么最后没开上呢？人家不相信我，我尝试说服了若干个人，然后要么就运动员，我一摸，还需要我吗？不需要我。其实我有点需要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有钱？我可以给你这个刮刮乐啊？是吗？就你来一个简单的，我看一下。真的？真的，你现在开价多少张刮刮乐？哎呦，这突然把我问到了哈！这么一门手艺。哎，你平时有没有觉得，比如说心慌气短啊、老打嗝啊，或者哪儿不得劲啊、脖子不舒服啊？有没有？我最近在看中医，你跟那中医是语气一模一样。我有一点，我颈椎一直是不是很好的，手麻脚麻会。那绝对可以咔的，价格要高一点。我就治疗一部分就可以了。那来个3张吧。那来个3张。可以，童叟无欺嘛。好，你先来3张，然后开始是吧？我先。你2张了那再来一张。哎呀，卡片在手，干活有劲儿。好，我拿了4张。给了。不，我这不是故意的，他是自己粘着出来的。你这个诚实要不要呀？有的人刮到第4张才说。对，我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以为我拿了3张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真的啊？真的。要否则呢，我给你4张结束了。但是就是你得趴下来。你不是坐着的。我可以趴下来了。你们得给他一个东西垫一下下巴，不然他会磕下巴。这么吓人吗？不是你趴着，我给你咔嘛，那你肯定这边会磕嘛。好，
你就尽量放松躺下，你可以侧脸躺。我已经有声了，为什么呀？那是下的，不是我就这样躺就可以是吗？以下动作非专业，千万不能模仿啊！你先放松，你千万别紧张。我手要往上还是往下？你最好是往下，就是平时的，往两边。我看一下啊。这块，你先把头放正一下，我摸一下。其实颈椎还好，主要是这块。好，你侧过来。好，放松啊。哎呦，但他肌肉很紧。吐气儿，别并气儿，吐气儿啊！你并气儿我按不动。我感觉我要摁地里去了。这弟弟好瘦啊，硌我手。放松放松啊！哟，就这块，对，响了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有2声啊。我觉得这块是造成你颈椎的原因。我耳鸣有错了。我合理吗？是啊。合理的，没事没事。再来一次。好了，按不动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，结束了。哎，对不起，你这粉底差一个脸，有半张脸现在留在他的外套上。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我有什么感觉？是不是？但凡花桃花币参加这个项目的，有点冤大头的。这个我有成功案例的，我有那个同事，他突然间感觉胸闷嘛，然后他以为他犯心脏病了嘛，就去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嘛，然后咔吧咔完了以后，嘴唇上面血色都上来了，然后突然就好了。对，这块的确松弛很多，现在啊。你那后面就是颈椎靠后面2节真的是有问题的啊，我真的因为一直会手麻什么的，但是你的肌肉很紧，这个紧有可能是因为紧张，所以他那个不好按动。对，但是千万不要学。可以好，但是呢，还是要谢谢这个文姐啊，然后可以刮了，做好第一笔生意。谢谢光顾，谢谢。来，可以刮开你的这个刮刮乐啊，拿这个刮。对，不是这个是多少钱？1就是2枚，你就把它全部刮开，加起来就是你获得的啊。那就2块钱是吧？对。你为什么剩下的不刮开呢？上面还有啊。这里还有。对，后面没有啊。没有就是死心嘛，你就换下一张。不是有100块吗？这怎么才2块钱？100块嘛，有运气的人。哇塞，这个全军覆没啊！这就没钱了是吗？这没钱，你现在就当体验看一下有什么品种的卡，这张就厉害了，黄宝石卡啊。是吗？才1块钱。1块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已经3枚了。搞了半天。哎，这个有。哎，这个多5块钱。5块钱。8块钱，你懂吗？8块钱给人家按压，很值得了，好不好？我人称第13号，好不好？第13号，你完事你不给好评也就算了，不是，对吧？你这种评论，对吧？我给你1块钱，你帮我把评论删了吧。可以，哎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效的，因为我发现你的工作人员的身姿都很挺拔。一般我跟你讲，我平时很少看到有工作人员站到后面是这样的哦，就这样。你确定不是为了？你的工作人员站后面这样看，就特别挺拔。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是拿着一个保暖杯在这边看的，是这样的。好帅啊！你确定不是为了现在让你好受一点？他们很努力的在挺胸。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正题啊，就是这次来桃花坞，觉得什么地方最吸引你？首先，我觉得环境太好了。看以前的节目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很美啊，没有那种直观的感受。但这次来了以后，就觉得就哪怕站在那儿呆呆的站着，就觉得好美啊，景色真的很漂亮。那在桃花坞里面最喜欢谁？现在？那其实我是过来陪单的，而且跟他待的时间确实也最长久了。这次过来我觉得挺好的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异地友情嘛，就是，但是因为都是在工作的场合，就是大家都有事儿嘛，都是很匆忙，没有时间好好的聊天。但这次跟他在桃花坞是真的有时间好好聊天，聊了很久。那你们有没有聊起那个当年立的那个 flag？ 啊，没有。OK， 但是你也没练网球啊。我没有，但我练壁球了。壁球跟网球其实有点像的，但壁球有一点好，就是他一个人也能打。我们2人虽然立了网球搭子，但一个在杭州，一个在北京。OK， 还是做了一些 flag 里面类似的事情了，对吧？是的，还是在努力在完成的。那这次来之前有没有计划的不回丹姐微信吗？我快到的前一天，他就一直在给我发这边的温度的那个消息嘛。其实我也看了，但是前一天因为我在路上嘛，然后一上飞机又4个多小时没回了，到了第2天我回他。对，哎，那你有些瞬间会觉得看到丹姐给你发的短消息吗？因为她可能很喜欢给你发微信嘛，对吧？然后你看到这，啰嗦啊，有没有一些瞬间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啊？
因为我回消息就是比较慢，但不是对某一个人比较慢，我回所有人消息都很慢。我知道，不回 Papi 酱嘛，我知道，我看过。就我身边同事也是，我回消息也是很慢的，他们就得单独在打电话找我那种。我不太看手机。那他们会跟你控诉吗？他们不会控诉，因为控诉了没用。哦，OK。好，那这次来有没有跟峰哥和任科他们讨论音乐？没有跟他们讨论音乐，因为峰哥风风火火的，我感觉我老找不到他人。任科呢也没讨论是吧？任科就听他在那叨叨了几句他的飞机啊，他一本正经的跟我讲他那个飞机，我往后一看长得跟个拖拉机似的，然后他还硬说能起飞，他还忽悠小乐要去坐上去，然后我就跟小乐说你这个飞行嘉宾就是过来飞行的。我心里想的是你任科自己坐着你自己不飞啊，你让人飞行嘉宾过来飞，因为他说他那个飞机会出事儿。然后后面还有个小位子，我还说那后面小位子是你坐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假人。他跟我说是那个长得一个像外星人，说他什么上一个电影的主角，一看嘛是个假的了。噱头就碰撞测试用的那种。感情除了小乐没有活人了。对啊，他还找了个飞行嘉宾过来替他飞行，是吧？那飞机看着忒不靠谱了，然后指了一块大纸板说那是机头。我一看跟我家里拆快递拆出来的东西差不多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吐槽大会。不是这玩意儿太好吐槽了，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不敢言吧，就是我觉得任科是个好人，就是大家都希望善待他，让他活在他的乌托邦里，桃花坞多美好，是吧？我觉得在外面他一定会被现实击打的很多，所以在这里就让他做做梦吧。对，我觉得小乐也很配合，小乐还说我要上去做呢。但是其实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态，就是你看到一个艺术品，你要真说这个东西人，你说什么艺术品？就是任科的那种思想嘛。就他可能万一这个东西很高级，然后我驳斥了他是我不懂了，所以我要配合。你有一条那个工作 vlog，就是你一天会干很多事情。参加完音乐节之后呢，你还开直播，大家学习啊。所以就是你的精力是一直如此之充沛吗？不是，我精力一点不充沛，但立的 flag 得完成嘛，就是为了蹭个妆嘛。直播完了我有妆啊，不然我重新再直播还得再撸个妆，烦呢。讲究效率是吧？对，OK。那你平时呢？那如果没有发行市场，你平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、休闲时光啊？我一般肯定都比较披头散发，就是比较潦草的活着。但刚才我潦草的经过来，就我还没化妆的时候，欧阳弟弟遇见了，他说我不化妆跟化妆长一样。但是呢，我看到了任科在这里的状态，我觉得这话不可信。我高兴了1秒以后，突然之间觉得不可信了。所以平时会干些什么？我其实比较善于宅的人，我要在家里呢，我就听听歌、发发呆。我最近觉得那个露营还不错因为现在北京正好到了露营季了，对，就没有太热，然后柳絮也结束了，支个帐篷。一个人吗？没有啊，会跟同事一起出去啊。工作人员是吧？OK， 好。那所以其实你好像最近也学了挺多新技能的，什么的壁球什么东西，所以说学习对你来讲是很快乐的吗？对，学习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事情。那很多网友说啊，说尚老师现在是歌手转型为学习博主，怎么会想到走这个学习博主这个赛道的？这也是碰巧，就是因为在跟丹就在去年大家快要分别的时候，就觉得哎呀，处了那么久要分别了很可惜啊，咱们应该以某种方式，其实后面还应该要有交流，要有联络。而且我觉得我交个朋友不容易，然后我就听他在那说他不敢一个人出去旅游，他觉得他的英文不好什么的。我说那我教你英文呗。你为什么不让他不要出国呢？我怕被打。那我给你上英文课嘛。学东西有的时候也挺占时间精力的，他要后面很忙的话不一定答应。但他突然之间就说很好啊，然后他很感兴趣。后来丹和他家周先生就去北欧旅行了，我觉得行，这事要彻底结束了啊。结果他在北欧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我们的英文课什么时候开始？他实地就开始了。然后对，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应该也是我们这么一提，然后丹呢确实也认真的想了这个事情了。然后后来那就好好的把这个 flag 做了吧。然后呢就直播教丹英文，然后给他布置作业。后来就发现有一些这种赛博网友嘛，就会一块跟丹做作业。有些人就觉得我是个教培行业的人，我还冲上了教培榜的一个什么第几名，他们给我看你现在是教培榜第几名，我心里想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厉害了啊！那个说文杰的粉丝是因为你选择的复旦大学我前2天有看到这个消息，但在我这个外人看来，复旦大学是可以随便选的，就是你懂吗？我最近因为有一些粉丝，他会遇到我的时候会让我去让他加油啊什么的，很多让我加油的都是什么研究院非常高深的那种什么学科的博士，什么祝我什么论文答辩过，我心里想的我还没考过博士啊，我咋给你住院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在教培行业能发展起来吗？因为他们都是这种需要这方面知识的人。反正有几个我听上去我就
这么厉害啊！就祝你成功哦。因为其实喜欢尚老师的，我们很多粉丝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学习成绩都很好，所以想问一下尚老师，你自己理想中和粉丝相处的一个状态会是什么样？我前一阵有正好遇到过，他不算是那种就是特别 follow 我的很多动向的，但他是那种可能会听我的一些作品的音乐的粉丝，一小女生就在我身边一坐，坐了半个小时，我都不知道她是欣赏我的音乐的，对我也不看。后来是别人告诉我她是个歌迷啊，那我觉得礼貌啊，谢谢你支持，对吧？跟她聊两句。小姑娘那么小，在哪里读书？麻省理工，就是硕士毕业，现在正在申博。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，从外人看不像是我的一个歌迷。问了一下学历，我比较欣赏你。尚老师喜欢的粉丝看不出是他粉丝的粉丝，是我的粉丝群体很多这样的，他们应该有个共性，就是都非常的矜持。还有一些共性，都是牛津剑桥。然后不知道，反正最近遇到几个觉得挺牛的。那粉丝对你很多称呼嘛？妈妈、甜妹、小猫。本来想问你最喜欢哪个，现在你最不喜欢哪个？我都不喜欢，因为哪一个跟我有关系了？排除妈妈肯定不行，甜妹我不甜啊，你也不甜。小猫，我觉得我更像猴子。猴子以后就叫你猴子，这不太好吧？因为我以前小学的时候绰号是猴子，我小学时候特别瘦，不爱吃饭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桃子，所以人家每次问你觉得你像哪个动物，我就说那我像猴吧，因为我喜欢吃桃，所以压根儿我觉得猫跟我没关系嘛。以后就叫你大圣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个蛮帅的。大圣我挺喜欢，我哪吒也喜欢，叫我哪吒也行。叫你哪吒，你跟哪吒像在哪儿呢？没有，就是很喜欢哪吒，我自己去看了好几遍哪吒，我就很喜欢。OK， 好的，哪吒想问你一下啊，很好奇，你这张图片记不记得？给那个萌男拍的那个竹子是哪里来的？我家小区自己偷摸摘的。奶瓶呢？奶瓶是那个他这个熊猫自己配的，自带的，是不是？OK，所有熊猫里面最喜欢萌男。对，是的。好，接下来考你了，来看 A、B、C、D 4张图，请问哪一张是萌男 ？B 可以排除 ，B 是花。哟，哎呀，我有点近视眼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哎呀 ，A 呀，确定吗 ？A 和 C， 我有点犹豫。你们没有展示其他的部分啊？这个脑袋，它什么部分比较特别？萌男，萌男看体型啊。那不行，那不能给你。他腿短，那 C 吧。C 啊 ，OK， 确定啊？等一下，旁边为什么有人咳嗽什么？难道是 A 啊？坚持一下自己的。那就 A 吧，看脸是 A 像啊。A 项是不是？OK， 确定了啊。A 是萌男是不是？对。OK， 恭喜啊，答对啊，答对。C 是谁你知道吗 ？C 有点短腿啊。C 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，C 是飞云。哦，对，我就想着肯定里面有一个是飞云，对，因为她仓鼠脸，萌妹嘛。对。然后 D 是那个嘛，奇异，她发型很特别啊。有点杂乱。好，那答对一道题，来，我们送一张刮刮乐。哎呦呦啊，太好了。一张啊。牛在叫外面牛好兴奋啊！牛好兴奋啊！对，牛今天是有排练是吗？听上去像是合唱，没有钱。没有钱吗？这个？哦，我运气太差了，没有。好 ，OK， 没事，你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啊。来，有看到你分享了非常多可能缓解焦虑的好物。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可能平时自己的这个焦虑大多来源于哪？最近的焦虑可能睡眠不太好，现在也没办法缓解了。运动多运动吗？做运动会有用，打晕了也可以。打晕？你的团队里谁敢打你？我自己哦，自己打自己哦。OK， 我就太晕了。好，那24年在采访里你提到可能会在25年开演唱会，所以今年真的会有演唱会吗？不好说，我们其实在酝酿，也许会有。会有 OK， 那今年会有新歌发布吗？会有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。那这个你的阿贝贝是什么样？阿贝贝就是一条毯子。一条毛巾毯都会带着是吧？还是说就肯定要带着？只要我过夜，我一定要带着阿贝贝，不然我没法睡觉。那这条毯子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？我小时候就习惯摸着那个毯子睡。就小时候你们知道小孩有很多坏习惯吗？我小时候的习惯是会把一个毯子放嘴里。哦哟，我也是，我是手绢，你蛮厉害的。把一个毯子放嘴里，只要我带着我那阿贝贝，我能摸着它，我在哪儿睡其实都可以。那条毯子是一直是那条吗？我以前一直用过，有一条大概用了8、9年，后来越用越薄了，然后就被迫把它换一条新的，找一个材质很雷同的款式，然后再把旧的那条放在家里供起来。这现在已经是第 N 代了。OK， 很多芝麻都说觉得你现在比以前变得柔和了很多，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？丹也这么说我，他就反正就是比以前最早印象反正就松弛好多吧。你自己有哪个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有变化？
我原来没有那么直观的认知，直到去年，就是很多的新认识的姐姐就会跟我说，哎，你看上去还可以。这句话，哎，就评价蛮神奇的哦。就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，以前大家基本上不太敢跟我就是来套近乎的，一般都会觉得我比较拒人1000里之外。所以如果能够穿越时光的话，你会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呢？所有经历过的好和不好的东西，反正都会有它的道理的。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价值在，但如果要穿的话，我可能想要穿到几年前吧。几年前？哦，对，几年前，可能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吧。哦，什么事情？没什么事情。没事哦，就是让自己勇敢一点。对。哦，了解你的人会知道这句话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是的。OK， 好。那现在会有紧张舞蹈动作吗？现在不会了。那我们一起来一个手势舞吧。就知道你等着我呢。来。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6，右手七。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金猫被我玩手机。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管3、7、21。OK， 厉害，还可以，哎，这简单。好的，那我们第一环节结束了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请举牌表态，3、2、1。哎 ，OK， 不错 ，get 了啊 ，get 了，跳过。哎，尚老师可以转了啊！对，看我这有几张刮刮卡。来，2张，来。2张，拿一张头，拿一张尾。OK。神龙摆首又摆尾，来。好的，哪吒。好嘞，没有钱。这么快吗？好嘞，又没有钱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1啊，这个不是也是1吗？你这是什么？哦，有钱。你小时候做题是不是很粗心啊？这还有一个1。对呀，这还有一个1呢。3枚一共加起来。哦，3块钱呢。对呀，3块钱，好不好？那恭喜尚雯姐在第一阶段获得11枚桃花币。